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荔枝欧洲生活的频道。上集介绍威尼斯嘉年华活动节目表，选定旅游日期后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怎么选择饭店呢？除了威尼斯岛以外，梅斯特雷是威尼斯自治区的一部分，位于欧洲大陆。那这边列出了这两个区域的优缺点。住在威尼斯岛，当然可以深刻体验当地的浪漫氛围以及悠久的历史，但是在嘉年华期间，房价一晚至少200欧起跳，还有停车也是很大的问题。这边举两个在威尼斯岛的停车价钱。第一个在特隆凯特岛是威尼斯的人工岛，用来停车。那示范的这个停车场号称是威尼斯岛上最便宜的，那位置在地图的左上方箭头处。右边呢是2024年官网的价格，不满1个小时4欧，2个小时9欧。停一天要26欧，可是位置有点远，走到公车总站的罗马广场要25分钟。再来看直接在公车总站旁边的停车塔，那一天要45欧。记得10年前非嘉年华期间来这个停车场停车，那它的楼层间的通道非常的狭窄，更不用提嘉年华的大量游客，光想象就觉得是个噩梦。所以我们决定住在特罗斯特，把爱车停在饭店里面，安心悠闲的去感受嘉年华的氛围，不用担心停车费以及爱车会不会被其他的车辆刮伤。特别注意的是，梅特斯雷有 ZTL 区，就是交通限行区，左边是 ZTL 官网公布的绿色区块，那右边是截取 Google Map 的图做比较，那可以看到大约就是在梅特斯雷的市区是交通限行区。那梅特斯雷的规定还不错，如果住在 GTL 区的饭店，那可以进 GTL 区，然后饭店再登记车牌，所以在订饭店之前，最好先跟饭店确定一下哦。那除了市区，在梅斯特雷火车站附近有一些新盖的饭店，价钱也很合理。可惜的是，饭店没有自己的停车场，跟威尼斯岛比起来稍微便宜一点，每小时3欧。但是威尼斯的收费停车场标准有一点不一样，一天的费用是以午夜12点为标准，所以下午5点停车，隔天10点取车，这样需要算2次的24小时费用。还有一个缺点是，如同前面比较表有提到的，就是治安可能不是很好，所以单身女性比较不适合住在梅斯特雷的火车站附近。因为我们有2个人，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住在梅斯特雷火车站附近有停车场的小饭店。那出发前先确定 Google Map 的规划路线有没有经过 JTL， 免得收到罚单哦。那这个是梅斯特雷的街景图。然后是我们吃晚餐的中餐馆小食堂，环境干净，味道也还不错，价钱是目前我在欧洲生活吃到最便宜的。在欧洲住久了，每到大城市都会想吃家乡味。蒸饺4欧，炒饭5欧，海鲜炒面6欧，炸花枝8欧，家常豆腐5欧，大平海尼根4欧。那每个人的桌费是1.5欧，真的很推荐。那另外在散步的部分还看到中式早餐，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。那接下来是分享我们住的 Chiara 旅馆，离火车站大约5分钟步行的距离。房间也有小冰箱，那接待人员蛮亲切的，尤其在嘉年华星期六一个晚上才140欧，包早餐真的很难得。那看到房间其实蛮大的，那衣橱内有保险箱，干净度也不错。再来看浴室，它的空间蛮宽敞的，然后有吹风机和盥洗用品。早餐小而美。那接下来这个是用餐的区域。意外的是，饭店还准备了嘉年华期间限定的甜点 Frittella， 跟我在威尼斯岛吃到的好吃太多，有奶油跟原味口味。
那这个是饭店的停车场，位置蛮宽敞的。好啦，决定住在梅斯特雷后，简单介绍一下公车票的使用方式。以下截取官网2024年的资讯，一张单程票1.5欧，可以在75分钟内无限搭乘。除了公车，还可以坐电车跟捷运。另外，官网也提到车票的使用方式，一上车就要找这台机器感应。虽然75分钟内无限换车，可是每次换车后都要上车刷卡哦。那要去哪边买公车票呢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 Tabaki， 就是卖香烟跟报纸的小商店。那跟老板说要买2个人，那各自来回票，就会拿到2张这样的储值卡。那来回票呢，已经加值在里面了。那我们就出发去威尼斯岛吧。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.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.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amp. 在人工传票售票亭的旁边就有自动贩卖机，还有领钱 ATM。在迷路中发现第一间有卖嘉年华甜点，就先买2颗来试试看。那面包体内蛮多空洞的。这是另外一间布洛克推荐的妈妈露奇，那口感方面是真的比较湿润，有淡淡的橘子香，但是它本体比想象中的小。那隔天在饭店早餐吃到的 Frittella 惊为天人，根本是 Frittella 跟妈妈露奇的结合体。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希望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